70年过去了，中国大陆为什么迟迟没有对台湾采取武力统一的行动？这个问题让无数人感到好奇。明明中国的军事实力今非昔比，为何还在按兵不动？难道是因为害怕美国的干预，还是担心战争付出的代价太高？又或者中国另有一盘更大的棋局在布局？众说纷纭之际，一位美国专家的一句话却似乎道破了其中的真相，让听到的人都不禁为之一惊，全场哑口无言。这句话究竟是什么？背后又揭示了怎样的深层逻辑？本期视频我们就将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抽丝剥茧地探讨这个充满悬念的问题。从历史脉络到军事战略，从中美关系到国际压力，再到中国内部的各种变数，我们将全面解析70年来中国为何迟迟未对台湾动武，以及那位美国专家到底说了什么一语中的，让我们一探究竟。要回答中国为何迟迟不对台动武，首先得把目光拉回7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1949年，国共内战尘埃落定，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战败的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北京当局原本计划在完成大陆解放后乘胜追击解放台湾，然而历史往往充满变数。就在此时，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骤然爆发，美国第7舰队随即开入台湾海峡。美国的直接介入使解放军原本准备渡海攻台的计划被迫终止。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这无异于煮熟的鸭子飞了。由于当时解放军海军力量薄弱，仅有从国民党接收的少量舰艇，无力与强大的美军舰队抗衡。美国的插手让台湾问题被搁置下来，成为一个遗留至今的难题。战火随着朝鲜停战于1953年逐渐熄灭，但台海局势并未因此平静。1954年至1955年，两岸在台湾海峡爆发了第一次危机，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等离岛，试图施压驻台美军。然而美国不但没有后退，反而与台湾当局于1955年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将台湾纳入美国的防御圈。面对美台同盟的成型，北京只能暂时按下统一台湾的急迫念头。1958年，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发动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试探美国的底线。但美国照旧派舰队护航支援台湾，结果双方陷入炮击与停火交替的拉锯战，仍未能撼动台湾本岛分毫。此后整个1960年代，中国大陆自身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内乱动荡，无暇顾及台湾。同一时期，美国则持续援助台湾军备，使台湾的防御更加固若金汤。武力统一台湾这件事暂时被历史搁置在一旁，转折出现在197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走向缓和。这时北京发现，不战而使台湾孤立的外交战线或许更有效。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撤销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看似给了中国武统台湾的绝佳良机。出人意料的是，北京并未趁机动武，反而在同一年对越南发动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台湾则改采和平统一的方针，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进入1980年代，海峡两岸都在调整策略，中国大陆忙于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无暇兴兵动武，更倾向于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台湾方面则在蒋经国领导下逐渐开放社会，双方在1987年开启老兵返乡探亲，出现了几十年来首次的民间交流，武力冲突似乎渐行渐远。然而统一的问题并未解决，只是被搁置下来等待时机。1990年代，台湾经历民主化浪潮，本土意识和台独声浪日渐增强。1995年，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发北京强烈不满。次年演变为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试射导弹，试图恐吓选民不要支持李登辉。然而美国总统克林顿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为台湾壮胆护航。这一举动再次警示北京，美国依然是横亘在武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当时中国军力与美国差距悬殊，
只能眼睁睁看着台湾首次民选领导人就任，却无可奈何。进入21世纪，两岸关系起起伏伏。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台湾领导人，首次结束国民党长期执政，引发大陆高度警惕。面对陈水扁提出的公投、一边一国等主张，北京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将防独作为动武理由，但仍强调和平统一为首选。即便如此，严正警告，解放军依旧没有越过海峡半步。期间，美国对台军售和军事协助一刻未停，使北京对台动武更加投鼠忌器。2008年以后，国民党马英九执政8年，两岸关系相对缓和，北京更加没有理由诉诸武力，两岸交流热络，经济关系密切，但政治分歧依旧存在。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上台，拒绝承认9·2共识，两岸官方联系中断，台海紧张再次升级。大陆开始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演训，如战机巡航、绕岛、军舰巡弋等，武力威慑的姿态明显提高。然而，即便局势剑拔弩张，解放军依然没有真正跨出进攻台湾的实质一步。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强硬表态，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番讲话引发外界对北京可能加速统一步伐的猜测。然而，同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由主张对抗北京的蔡英文获胜，北京的武统计划再度被迫按下暂停键。2022年8月，美国政要佩洛西访问台湾，使两岸关系跌至冰点。北京随即在台海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短暂对台湾形成海空包围态势。许多人担心这会成为战争的序幕。然而演习过后，解放军仍然选择偃旗息鼓，并未趁机发动真正的攻击。纵观7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随后又因为国际局势和自身战略调整，将统一大业延后。一方面有外部强权的干预，另一方面也有内部优先顺序的考量。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示出，北京并非没有机会或理由对台动武，而是在每个关键节点都选择了暂缓。这就引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即便如今解放军军力早已今非昔比，中国为何还是选择隐忍不发？到底是怎样的军事与战略考量，让北京迟迟未按下武力进攻的扳机？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攻打台湾绝非易事。虽然解放军近年来装备突飞猛进，但要跨越台湾海峡实施登陆作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历史上2栖登陆被公认为最复杂危险的军事行动之一，需要制空权、制海权、庞大的登陆舰船队和后勤补给线。台湾海峡最窄处也有130多公里宽，这段海面一旦开战，将布满导弹与鱼雷，对渡海部队来说宛如地狱之旅。即便成功登上海岸，等待登陆部队的还有台湾崎岖的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台湾西部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滩头并不多，防守方可以早早预测登陆地点并严阵以待。一旦解放军在登陆初期受挫，被逐回海中，战局将急转直下，对北京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的失败。就算解放军成功在台湾站稳脚跟，战斗也远未结束。台湾面积不大，却人口密集，城市众多，街道巷战将极为惨烈。解放军若一路打到台北，势必面临巨大的伤亡和对城市的严重破坏。对于号称要解放台湾的中国来说，如果最终变成对台湾人民造成重大伤亡和家园毁灭，政治上也将面临巨大压力，更不用说战争本身变幻莫测。现代战争中，武器再先进也无法保证零失误，一次关键性的判断错误或意外事件都可能让攻方功亏一篑。北京高层深知军事行动的风险，从古代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现代战略的谨慎原则，都说明除非万全准备，否则决策者不会轻易发动大规模战争。此外，台湾方面也不会坐以待毙。台军虽无法与解放军整体实力相比，但数十年来，他们积极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发展了大量用于抵御解放军登陆的武器和战术，例如布设海底水雷、反舰导弹、机动火箭炮和防空导弹等，以期在敌军渡海和抢滩时予以重创。
加上台湾多山多丘陵的地形适合游击抵抗，一旦解放军陷入长期占领作战，台湾军民完全可能进行顽强抵抗，使战争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泥潭，这也是北京不愿见到的局面。总之，从军事和战略角度权衡，尽管解放军拥有压倒性的兵力装备优势，但攻台作战的高难度和高风险无疑让北京心存顾虑。中国历来的军事哲学讲求谋定而后动，追求在有绝对把握时才行动。与其贸然开战承受巨大损失，不如先声夺人，以实力威慑和拖延策略来削弱对手。这种算计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外部因素，始终制约着北京，那就是美国的存在。如果说解放军自己的评估会让北京对动武三思，那么美国的存在则是更为直接的下阻力量。自台湾问题形成以来，美国始终是左右台海局势的关键外部玩家。早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就出兵阻止了中国解放台湾的行动。此后几十年，美国虽然在1979年与北京建交并退出台湾，但很快通过台湾关系法单方面声明，继续对台湾的安全和防务给予支持。简而言之，美国一直扮演着台湾保护伞的角色。北京十分清楚，一旦对台发动武力攻势，美国极有可能军事介入。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多位高层官员公开表态，若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将予以防卫。这种半明半暗的安全承诺，使北京在筹划任何对台武力行动时，都不能不把美国算进来。如果中国与台湾发生冲突，那几乎意味着要与当今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正面交锋，这是北京绝对不愿轻启的可怕前景。美国拥有强大的海空军远征能力，环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多个军事基地和盟友。冲突爆发时，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核潜艇、战斗机群将可能直扑台海。此外，美国的盟友也可能介入。日本与台湾地理相近，且与美国有安保同盟。一旦台海开战，日本很可能在后勤、情报甚至直接军事上给予支援，以保护自身安全。澳大利亚等国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响应美国的行动。届时，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多国联军的围攻，其风险和难度远超单挑台湾。更何况，美国还有核武器作为最后威慑。即便各方都不愿意把冲突升级到核层面，但核大国之间爆发热战的危险性始终挥之不去。即使不考虑最极端的情况，哪怕只进行一场常规战争，中国的经济命脉沿海地区也会暴露在美军远程精确打击之下。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中共领导层深谙，和美国打一场大仗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在没有把握能让美国袖手旁观之前，贸然对台湾动武，无异于引火烧身。可以说，美国的介入可能性是北京在台湾问题上最主要的顾虑之一。为了降低这一威胁，中国一方面奋力提升军备，发展了如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等航母杀手，试图下阻美军介入；另一方面也通过外交手段不断警告美国不要管过头。然而，美军也在积极强化亚太部署，确保有能力干预台海局势。这个大国间的博弈使得台湾问题更为复杂化。总归一点，在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尚未出现明显逆转之前，中国对台动武始终意味着与美国直接对抗。这一道高风险红线让北京不得不慎之又慎。除了美国的直接军事威慑外，国际社会整体的反应和压力也是北京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战争往往不仅是交战双方的事，更会引发全球关注和介入。如果中国武力攻台，无疑将被许多国家视作对国际秩序的巨大冲击。大多数国家奉行的一贯立场是希望台海维持和平现状。一旦这种现状被中国以武力打破，势必招致外交上的强烈谴责和制裁行动。首先是经济制裁的风险。参考2022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后果，西方国家迅速联合对俄实施了严厉制裁，将其踢出国际金融体系，冻结海外资产，经济往来大幅减少。中国虽然经济体量远超俄罗斯，与全球贸易投资联系更深，但如果在台海挑起战争，也很可能面临类似的围堵。美国和欧洲盟国可能冻结中国在海外的巨额资产，切断对华出口关键技术和设备，
许多跨国公司也会考虑撤出中国市场，以遵守制裁或出于舆论压力。中国赖以发展的高科技和制造业将遭受沉重打击。对于一向重视经济发展的中共政府来说，这是极不愿看到的局面。其次，外交孤立也将接踵而至。尽管很多国家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模糊或谨慎态度，但那是建立在和平、没有破裂的前提下。如果北京率先使用武力，不仅西方国家，就连平日和中国友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会站到对立面去谴责侵略行为。毕竟今日攻打台湾，改天也可能威胁到别的地区安全，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国际关系出现这样的先例。因此，中国可能陷入比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更严峻的外交困境，被视为全球麻烦制造者。联合国虽然因为中国的一票否决权难以通过实质决议，但联合国大会的舆论谴责和道义压力仍会给中国造成形象损伤。亚洲周边的国家也将深感不安，纷纷加强对华防范，甚至可能形成更紧密的同盟来遏制中国。原本微妙的地区平衡将被打破，东亚有卷入新冷战的危险。这一切都与中国长期以来倡导的和平发展背道而驰。另外，台海发生战事本身就会重创全球经济和秩序。台湾海峡是东亚至太平洋的航运要道，每年有大量货轮通过，台湾更是半导体芯片的重要生产地。如果战争爆发，全球供应链将遭遇严重冲击，许多国家的制造业和科技业都会受到波及。这些国家势必将经济损失的账算在中国头上，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反感和施压力度。总而言之，中国若贸然对台湾动武，迎接它的将不仅是台军和美军的反击，还有来自全世界的谴责与惩罚。从经济制裁到外交孤立，再到全球舆论的压力，都可能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北京若想实现大国崛起的愿景，就必须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不可能不计后果地发动一场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战争。这层顾虑无疑也是过去70年中国迟迟未对台开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除了外因，来自中国自身内部的掣肘和考量，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决策者的选择。除了外部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现实情况也深刻影响着对台动武的决策。首先是经济发展和民生考量。过去几十年，中国大陆把经济建设摆在首位，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的成果建立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一旦发生大战，不仅财政要倾斜巨额资金用于军费，国内投资、就业、物价等也都会受到冲击。战争意味着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许多家庭可能失去亲人，失去生计，社会稳定将面临考验。中共当局一向以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来证明自身执政合法性，贸然发动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万一战况不顺，很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相比之下，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更有利于巩固内部人心。其次是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虽然统一台湾在中共官方话语中是一个神圣目标，但中南海领导人必须冷静权衡实现这个目标的时机和方式。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发动战争都是一把双刃剑，胜了可以青史留名，败了则可能遗臭万年，甚至丢掉政权。近代史上，阿根廷军政府因为马岛战争失利垮台的例子仍历历在目，中共决策层当然不愿步其后尘。如果对台动武失败或陷入僵局，不仅统一无望，反而可能引发国内对领导层的质疑和权力斗争，这是他们绝不敢轻易冒险的风险。再次，中国军队的实际作战经验和能力也是考虑因素之一。解放军虽然装备先进，但自1979年对越冲突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实战。数十年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官兵缺乏战争洗礼，训练演习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考验。北京高层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在能否打赢台湾这一仗的问题上，解放军自己恐怕也没有100%的把握。政治上豪言壮语容易，真到付诸行动时，理智会让人冷静3分。古语云慎战，正是这个道理。北京更倾向于继续等待和准备，逐步提高胜算，不是贸然出手。还有争取台湾民心的问题。北京如果最终希望统一台湾，
最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这样对两岸未来融合才有利。因此，中共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软硬两手的策略，一方面释放经济利益和交流善意，强调同胞情谊，另一方面又通过军事恫吓和外交封锁向台湾施压。然而近年来，台湾民意倾向于保持现状，甚至推动自主的比例上升。每当大陆强硬施压，台湾民众的感情绪也随之升高。北京也意识到，武力行动在短期内只会让台湾更加离心，在内部统一战线策略没有取得理想成效之前，操之过急动武反而可能永久断送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因此，北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通过时间来改变人心向背的态势。习近平等现任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不应无限期拖延，但同时并未设定明确的最后期限，只是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部分。这种既坚决又灵活的态度，本身也体现了战略耐心的运用，等待更好的机会出现。这样的耐心与定力，正是理解北京行为的关键。事实上，就连那位美国专家也看出了其中奥妙，并用一句话道出了真相。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个谜团，以及那位美国专家的一句话。这个人名叫黎安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在中国研究领域耕耘数十年，被誉为资深的中国通。在一次有关台海问题的讨论中，有人问，既然中国军力日益强大，为何还迟迟不对台湾动武？黎安友听后，只用简单的一句话就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中国之所以迟迟不武统台湾，正是因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足够的耐心、韧性和决心。一句话点破天机，全场刹那安静下来，似乎每个人都在细细品味这番话的分量。耐心、韧性、决心，这6个字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折射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大战略。黎安友的意思是，中国并非打不下台湾，也并非畏惧美国到不敢动手，而是在有意选择一种长期博弈的方式，来追求最有利的统一时机。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北京相信时间在自己这边，他们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心拖下去，直到等出一个水到渠成的局面才采取行动。正所谓以不变应万变，保持既定方针不轻举妄动，任凭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中国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终有一日可以不战而胜。从当前趋势看，黎安友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几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有目共睹，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2，军费开支和技术水平节节攀升。相反，美国和西方社会却面临内部分裂和疲态。一些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更加倾向与中国合作，国际格局正朝着对中国相对有利的方向演变。中国领导层深知这一点，因此更加舍得花时间来等待。时间越长，对中国越有利，这正是黎安友话中之意。设想若干年后，中国的军力足以让美国也不敢轻启战端，或全球有更多国家接受两岸统一既成事实，那么北京自然可以以更小的代价实现目标。耐心本身就成了北京手中极为重要的一张牌。黎安友的这句点拨之语，让我们重新审视台海局势的动态。原来，相较于一时的意气用事，北京选择了10年磨一剑的长期谋划。这既有对自身实力增长的信心，也有对复杂风险的清醒认识。对于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家来说，这番话同样是一种提醒。北京并非因为胆怯而不动作，而是在下一盘漫长的棋。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此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综上所述，70年来中国大陆迟迟未对台湾诉诸武力，并非出于一时的巧合，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早年的力量不足、美国介入，到后来的军事风险评估、国际压力考虑，以及中国内部对稳定发展的追求，无不在影响着决策者的判断。最重要的是，北京选择了一条长期经营的道路，用耐心换取未来更大的胜算。正如那位美国专家所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出的耐心、韧性和决心，使其宁可按兵不动，也要等待一个理想的时机。
这既是一种战略考量，也是一种自信与定力的体现。对于台海两岸和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内全面战争爆发的概率或许不高，但也并不意味着危险已消除。相反，这场围绕台湾的博弈只是在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着，明枪易躲，暗战难防。北京的算盘是等待更有利的环境，而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家则需要在这段时间里巩固自身，防范风险。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70年的僵持尚且未分胜负，未来局势将何去何从，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海的命运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决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仍将持续，而我们唯有以冷静与智慧旁观思考，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看清其中的脉络。在历史的长河中，7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对于正在博弈的双方而言，却是关乎兴衰存亡的漫长考验。时间终将给出答案，只是我们必须拭目以待。